司机就是女司机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自己不看怪谁？五一假期回老家，顺路接了单，2吨沉香木，运费从2000被他砍到500。我本想交个朋友，没成想这朋友是要我的命。运输途中产生的一切额外费用由司机自己承担，连货都不会验，是你自己蠢。女司机嘛，上路就是祸害。我跟你说，白字黑字的合同，赶紧给我去卸货，不然我直接报警告你抢劫。停！老板，这车厢里还剩一大半呢，不卸完。合同写2吨，现在2吨整。臭娘们儿，你敢私吞我的货，信不信老子今天在这儿弄死你？喂，110吗？省道出口有人持械抢劫。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冤枉啊！这女的是个黑心司机，她想拖我几百万的货。警察同志，合同标明2吨，我已按约卸货，剩下的这吨合同没写，我也没收入费，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你放屁！装上车的都是老子的货。看清楚了，第7条，运输途中一切额外情况由司机承担，他自己眼瞎没看清，现在想黑我的货，没门儿。额外情况包括帮你免费拉1吨货。蒋婷，你故意隐瞒重量导致我被罚款，这是欺诈。小沈是吧？在我这地界敢扣我的货，我让你以后连1寸路都开不上去。这是合同纠纷，不予立案，货车暂扣，你们自己去法院打官司。法盲，活该你穷一辈子。号没了，钱扣了。沈之，你拿什么跟我玩？小芝啊，好几辆车堵在门口，拿着大喇叭喊你是诈骗犯，妈没脸见人了。老家热闹吗？再不交货，我明天让人去泼红漆，后天扔死狗，看你妈那心脏病能不能挺住。蒋婷，你最好祈祷这辈子别落在我手里。刘叔，有人闹事，钱你拿着，帮我护住我妈，只要不出人命就行，我马上解决。濒危保护动植物。想通了，算你识相，马上开到东岭仓库，到了先给老子跪半小时。我快到了。你到哪了？你敢耍我？同志，我要实名举报，我举报我自己。
这辆车违规运输无证冰柜木材整整1吨，就在车上。执法人员迅速封锁了我的货车，2道长长的封条交叉贴在车厢把手上。几名戴着白手套的专家带着专业的取样工具，直接撬开了后箱，厚重的帆布被掀开，阳光照在那一堆散发着浅淡香气的深色木材上。专家们拿着放大镜和药水一阵检测，我的手机早就疯了，屏幕不断亮起，上面显示着蒋婷的来电，连续10个、20个、30个，像狂轰乱炸一样砸进我的手机。我直接滑下屏幕，开启飞行模式，配合执法人员做完笔录后，为首的主任走过来，脸色十分严峻，初步判定这批木材里有一部分来源可疑。我们需要送检做进一步鉴定，大概3到5天出结果。这期间，车辆和货物全部扣押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反而踏实了。该来的总会来。我在局门外找了家干净些的招待所，锁上房门，拉住窗帘，躺在床上，闭着眼舒舒服服地补了一觉。这2天的这口闷气终于快要吐出来了。等我一觉睡醒，已经是傍晚。关掉飞行模式，手机瞬间涌入几10条消息。蒋婷竟然通过平台客服要到了我留在后台的紧急联系人备用号码，她直接打到了我的备用机上。这一次我接了，沈之沈姐，芝姐。蒋婷的语气完全失去了之前的嚣张，她的声音甚至透着无法掩饰的颤抖。姐，这是个误会，真的是误会，您高抬贵手，去那边说2句好话行不行？我立马撤销律师函，不仅撤诉，那5万押金我都让平台双倍退你，我再倒赔你2万块钱误工费。不，5万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按下屏幕上的录音留存功能。贾老板，你不是说要让我妈心脏病发作吗？那头沉默了，随后传来蒋婷带着哭腔的声音：我那是放狗屁，我嘴贱，我该死。这批货要是被扣死，我就彻底破产了，孙明远会活吃了我的，求求你啦！我冷声拒绝。我说过，你最好祈祷别落在我手里。直接挂断电话。3天后，林业局的鉴定报告正式出炉，那1吨多出来的木材被当场认定为无合法来源证明的特级沉香原木，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。执法人员当即通知蒋婷到场接受调查。蒋婷到了之后，一改之前电话里的哭腔，穿着一身名牌西装，戴着金表，摆出老板的架势。我不知道啊，这批货是供货商那边装的，我就是个中间商，赚个差价而已。那1吨木头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司机自己装多了吧？他把锅甩得干干净净。执法人员问他要供货商的资质文件和木材来源证明，他支支吾吾，翻了半天手机，什么都拿不出来。回去准备材料，3天内补齐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蒋婷灰着脸走出来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压低声音说了一句：沈之，你等着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上车离开，这种色厉内荏的把戏吓不住我了。蒋婷没有老实待着，当天晚上，他托了一个道上的中间人来找我。中间人姓马，40来岁，满嘴跑火车。他找到我住的招待所，在大厅里拦住我：沈姐，大家都是出来讨生活的，何必把事做绝呢？蒋总说了，只要你配合把事情抹平，20万现金当面点清，另外再帮你把平台账号恢复，以后广东的活随便挑。我看着他油腻的笑脸，你回去告诉蒋婷，他的事已经不是我能抹平的了。执法部门在查，我一个拉货的说了不算。中间人碰了一鼻子灰，悻悻走了。第2天一早，刘大顺给我发来消息：小芝，你家门口又来了2个生面孔，在村口转悠，问东问西的，我让后生们盯着呢。我的心又揪了起来。蒋婷软的不行，又开始在我妈身上做文章。我立刻给我妈打电话：妈，这几天哪也别去，刘叔会照应你的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与此同时，孙明远那边也急了，他急需这批名贵木材去参加即将开幕的国际家居博览会，木材被扣，他连夜给蒋婷打电话施压。蒋婷把我的微信拉出来，甩给孙明远：你自己去跟那个疯婆子谈。孙明远直接给我发了一条语音，声音里带着居高临下的威胁：小沈，我劝你识时务，你一个外地拉货的，在这边没根没底，把事情闹大了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主动撤回举报，既往不咎。我听完，冷笑着回了一条文字：孙总，举报材料已经递上去了，撤不撤不是我说了算。你要是心里没鬼，怕什么？对方看完消息后没有再回复，但我知道暴风雨才刚刚开始，蒋婷的资金链已经崩到了极限。孙明远那边又在催命，2条饿狼马上就要互相撕咬了。蒋婷亲自跑来了执法大队门口，他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会今天过来补交行车证复印件，直接堵在了我的去路前。以前穿着名贵西装，梳着大背头的蒋婷，今天体面全无，衣服皱巴巴的，满脸灰扑扑的胡茬，眼睛里布满红血丝，神色极其焦躁。看到我，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扑过来，手里死死攥着一个厚重的牛皮纸袋。沈之，你算我求你了行不行？他强行把那个装满10万现金的纸袋往我怀里塞，这是10万真金白银的10万块钱，你拿着，你现在就进去改个口，就说这批货是有合法手续的，只是装车的时候弄混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这张因为恐惧和贪婪而扭曲的脸，我没有去接那个纸袋，一叠叠粉红色的钞票散落一地，随风翻卷。蒋老板，你这钱太脏，我嫌烫手。我指着执法局门楼上悬挂的大红标志，你不是跟我讲白纸黑字吗？你不是骂我法盲吗？那门在上面，你自己进去解释你的合同去。这一下彻底点燃了蒋婷最后的疯狂，他发现软的不行，恼羞成怒，五官狰狞地指着我的鼻子：你个给脸不要脸的贱货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今天不把我这事儿平了，我花50万雇人买你手脚。
我让你下半辈子躺在床上过，你信不信？他口沫横飞，我面无表情的后退半步，举起手机，将镜头对准他的脸，点击结束录像。刚才那段加上你这几句威胁，我都拍下了全高清。周围办事的群众纷纷停下脚步围观，指指点点。蒋婷看到我在拍视频，周围还全是指责声，她吓得捂住脸，留下满地钞票不敢捡，像条丧家犬一样灰溜溜地钻进车里逃跑，将蒋婷当街威胁的视频证据直接提交给窗口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震动，一个陌生号码发来一条短信，发件人署名孙明远，内容只有一句话：沈小姐，我有一样东西要交给执法部门，关于蒋婷，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里面。孙明远的短信来得太突然，我站在大厅里盯着屏幕上那行字看了整整10秒。这条老狐狸终于坐不住了，我没有立刻回复，而是先把蒋婷威胁的视频证据完整提交给了窗口工作人员。做完笔录，我才走出大厅，站在台阶上回拨了孙明远的电话，响了2声，接通了。沈小姐，我说话算话。孙明远的声音不再是之前那种居高临下的腔调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精明到骨子里的冷静。蒋婷这个人3年来一直用我的渠道洗货，我手上有一本账，记录了他每一笔非法交易的时间、金额和流向，我可以把这本账交出来。我冷笑了一声，孙总，你这是大义灭亲还是丢车保帅？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。沈小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只想给自己争取一个主动的机会。我挂断电话，狗咬狗终于开始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孙明远带着律师亲自走进了执法大队的办公室，他递上了一本厚厚的牛皮封面笔记本，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3年来的每一笔交易，时间、数量、品种、金额、收款账号，一笔一笔清清楚楚，涉案流水加起来超过1000万。执法人员翻开第1页的时候，表情就变了。当天下午，这本黑账被连夜送往上级部门，专案组迅速成立。顺着账本上的线索，他们查出了蒋婷长期驻扎在云南的供货网络，从盗伐、运输、中转到销赃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产业链。蒋婷那份妄图坑死我的免责霸王合同，反而成了他处心积虑逃避沿途监管的铁证。交通部门也紧随其后，针对蒋婷利用信息差欺瞒司机，导致违规超载的恶劣行为，开出了顶格罚单。他名下的物流运输公司营业执照当场吊销，围墙正在一面一面的倒塌。而蒋婷还不知道，最致命的那一刀是他最信任的合作伙伴捅的。蒋婷因涉嫌非法经营及敲诈勒索，被依法传唤带走。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物流圈。我坐在招待所的床上刷着手机，同行群里已经炸了锅。卧槽，蒋婷被带走了，听说是那个女司机举报的。这女的狠啊，真敢干。之前在群里带头骂我的那几个人集体沉默了，没有一个人再敢蹦出来说半个字。与此同时，蒋婷的妻子何丽娟也得到了消息，她没有去找蒋婷，而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银行，试图把家里几张卡上的余额转走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蒋婷的个人银行账户已经在今天下午被申请了临时冻结，1分钱都转不出来。何丽娟挂了电话，在客厅里坐了很久，然后默默地开始收拾行李箱。蒋婷被带走的第2天，货运平台那边终于扛不住了。他们的客服总监看到了官方网站上挂出的通报，吓得连夜召集高管开会。迫于压力，平台紧急解封了我的司机账号。平台公关负责人陶维刚亲自给我打来电话，沈女士，实在抱歉，这是我们系统的误判，我代表平台向您鞠躬道歉，请您千万不要向媒体曝光此事。这通话里全是谄媚和卑微，我之前被冻结的5万押金不仅在1个小时内全额退还，平台还在我的账户里额外补偿了10万元，名目写的是优秀司机风控奖励，说白了就是封口费。我没有拒绝这笔钱，我跑了3年夜车，吃了多少哑巴亏，这笔钱我拿得心安理得。挂了电话，我把到账截图发到了同行群里，没有说一句话，截图本身就是最好的回应，群里彻底炸了。之前那些骂我的、嘲笑我的、说女人不配开卡车的，消息撤回的比谁都快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倒戈式的吹捧。姐，牛逼，以后谁敢说女司机好欺负，老子第一个删他，这操作绝地反杀教科书啊。我看着这些消息没有任何得意，这些人昨天还在往我身上泼脏水，今天就换了一副面孔。事到如此，我早就看透了。我关掉群消息，打开外卖软件，给自己点了一份28块钱的黄焖鸡米饭，吃饱了比什么都重要。但真正让我意外的是晚上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，对方自称是本地电视台民生栏目的记者。沈女士，我们关注到了您的事情，想邀请您做一期专访，讲讲货运行业底层司机的真实处境，您愿意吗？我沉默了几秒，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讲真话，一个字都不删。蒋婷被正式立案侦查，涉嫌非法经营罪。她坐在冰冷的审讯椅上，还在死鸭子嘴硬。我就是个中间商，我不知道那些木头的来源，你们去查供货商啊，关我什么事？调查人员把黑账本的复印件拍在他面前，蒋婷的脸瞬间白了。这是哪儿来的？你的合作伙伴孙明远主动提交的。蒋婷愣了足足5秒，然后她像被抽掉了脊椎一样，整个人瘫在椅子上。姓孙的卖了我。她喃喃自语，眼神涣散。紧接着，她想找律师，打了3个电话出去。第1个律师听完案情，委婉拒绝。第2个律师直接挂了电话，第3个律师倒是没挂，沉默了10秒后说了一句：蒋先生，这个案子我建议你认罪认罚，争取从宽。蒋婷把电话摔在桌上，从来没有人敢让她认输，可这一次，她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了。孙明远交完黑账之后，并没有全身而退，执法部门很快对他也展开了调查。他的收货仓库被查封，门口贴上了长长的封条，仓库里堆积的大量木材制品全部被登记造册。孙明远没有慌，
他早就请好了律师，准备好了一套说辞。我是被蒋婷蒙蔽的，他告诉我这些木材全部手续齐全，我只是正常采购、正常加工，我也是受害者啊。他在笔录上签字的时候，手稳得像条死鱼，但执法人员并没有被他的表演骗过。黑账本上有多笔款项是直接从孙明远的公司账户打给上游供货商的，转账备注写得清清楚楚，特采采购款这4个字足以证明他对货物的真实性质心知肚明。孙明远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脸上的从容终于裂开了一条缝，他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，他知道自己虽然跑得比蒋婷快，但这条船已经开始进水了。电视台的采访在3天后播出，民生栏目的记者很专业，没有刻意煽情，也没有添油加醋，就是原原本本的把事情讲了一遍。镜头里的我穿着那套深蓝色工装，脸上还带着连日奔波的疲惫，但眼神很稳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货车司机，我没有想过要当什么英雄，我只是觉得被人欺负了，不能忍。合同可以坑我，平台可以封我，钱可以冻结，但我的骨头不能软。节目播出当晚，收视率飙到了栏目的季度最高，网上的讨论更是铺天盖地。评论区里骂蒋婷的、骂平台的、骂孙明远的排着队刷屏，但最多的还是那句这才是真正的硬骨头。我关掉手机，洗了个热水澡，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，热度会过去，但日子还要继续过。新闻播出后的第3天，蒋婷的债主们闻着味儿就来了。他在行业里欠了不少上下游的货款和周转金，以前靠着面子和关系，大家都给他赊着。现在他被立案侦查的消息一传开，谁还敢赊？催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他家里，何丽娟已经不接了。他在3天前就带着孩子和最后一点现金悄悄离开了，没有留下一句话，只在茶几上放了一份拟好的离婚协议书。蒋婷的父母更惨，老2口住在郊区的老宅子里，原本以为儿子发了大财，逢人便吹。现在大门被愤怒的供货商和讨薪工人堵得水泄不通，有人在门上泼了红漆，鲜红的油漆顺着门框往下淌，刺眼得很，和当初泼在我家门上的一模一样。我在手机上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没有幸灾乐祸，只是觉得因果循环这种事来得比想象中快。蒋婷在看守所里得知了何丽娟离开的消息，是律师告诉她的。律师把那份离婚协议书的照片递到她面前，蒋婷盯着照片看了很久，然后她把头埋进双臂里，肩膀剧烈的颤抖，没有咆哮，没有怒骂，只有闷在喉咙里的压抑到极点的哭声。她终于不装了，她把钱都卷走了，连孩子都不让我见。律师叹了口气，没有接话。这种事他见得太多了，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。蒋婷曾经用来碾压别人的那套手段，现在一招不落的全部还到了他自己身上。与此同时，执法部门正式通知我，蒋婷的案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。作为核心举报人和关键证人，我将收到出庭通知。我握着手机，深吸一口气，这场仗终于要到最后一步了。但在此之前，我要先回一趟家，我妈等了我太久了。我买了一张高铁票，回到了老家。出站的时候，刘大顺开着他那辆破面包车来接我。小智，你家门口那些人早就跑了，你上了电视以后，谁还敢来闹？我点了点头，没多说话。到了家门口，大门上那片刺眼的红漆还在，已经干透了，裂成一片片的，像结了痂的伤口。我放下背包，去隔壁借了一桶白漆和一把刷子，蹲在门口一笔一笔的把红漆盖掉，刷了整整2个小时。白漆盖上去干净了不少，但凑近看，底下那层红色还是隐隐透出来，有些伤是盖不干净的。我妈站在院子里看着我刷漆，她没有说话，只是不停地用围裙擦眼睛。等我刷完最后一笔，她才走过来，一把拉住我长满老茧的手，浑浊的眼泪砸在我的手背上。大丫头，没给咱家丢人，妈懂你。我鼻子一酸，但没哭。门口陆续来了几个邻居，提着水果点心，换上了热情的笑脸。我就说小智这丫头从小就正派，我没理他们，把门关上，陪我妈吃了一顿安安静静的晚饭。第2天一早，我去了一趟交管部门。之前因为超载被罚的3200块钱和扣掉的6分，在执法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送达之后，交管部门核实确认，超载行为系客户恶意隐瞒欺诈导致，罚款撤销，扣分清除。工作人员把处理结果打印出来，递给我。沈女士，这是撤销通知书，您核对一下签的字。我接过那张纸，看着上面盖的红章，3200块钱，说多不多，但对我来说，那是跑2趟长途的油钱，是我妈1个月的生活费。我签完字，把通知书对折，塞进工装口袋里。走出大厅的时候，阳光正好，我站在台阶上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从被坑、被骂、被封号、被泼漆，到现在一项一项全部推翻，所有的污名都洗干净了。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张薄薄的纸，这玩意儿比什么锦旗都值钱，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，我沈之清清白白。回到广州后的第3天，我接到了林业部门的电话，沈之女士，感谢您主动提供线索，经研究决定授予您优秀举报人荣誉称号，另外有一笔举报奖金，请您携带身份证件来领取。我去的那天，场面比我想象的正式得多。一间会议室里摆了一排桌子，几位领导坐在对面，表情严肃又和善。为首的主任站起来，双手把一本大红色的荣誉证书递给我，还有一面锦旗，上面烫金的字写着不畏强权，守护绿色。我接过证书和锦旗，说实话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一个拉货的，从来没被这么多人正儿八经的表扬过。主任握着我的手说，沈女士，正是因为您的坚持，我们才挖出了一整条跨省的非法链条，这份勇气值得所有人尊敬。我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漂亮话。走出大楼的时候，我把锦旗卷起来塞进背包，证书揣在怀里，
贴着心口的位置，暖烘烘的。蒋婷的物流公司正式进入破产清算。消息传出来的那天，他公司门口挤满了人，供货商们也来了，拎着合同和欠条，排着队在门口登记债权。清算组的人打开公司账户一看，余额不到8000块，而蒋婷欠下的工资、货款、租金加起来超过300万。8000块对300万，连个零头的零头都不够。工人们得知这个数字后，当场就有人红了眼眶。有个50多岁的老师傅，在蒋婷公司干了4年，4个月工资没发，加起来2万8。他蹲在路边抽了半包烟，一句话没说，最后站起来默默走了。我在新闻里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蒋婷毁掉的不只是他自己，他拖着一堆无辜的人一起坠入了深渊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只是因为他觉得欺负一个底层女司机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。孙明远交出黑账之后，一直在等一个结果。他赌的是主动坦白，争取从宽。但执法部门并没有因为他配合就放他一马。黑账本上的信息太丰富了，顺着里面记录的上游供货商名单，专案组一路追查到了云南边境，捣毁了3个非法木材中转站，抓获了7名涉案人员，查获各类无证名贵木材超过50吨。这条产业链的规模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。而孙明远在这条链条上绝不是他自称的无辜采购方，多笔直接转账记录证明他不仅知情，而且是深度参与者。检方在审查起诉阶段将孙明远一并列为被告人，罪名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收益。孙明远的律师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到看守所，孙总，情况不太乐观，建议您做好最坏的准备。他这辈子最聪明的一步棋终究没能救他自己。案件进入起诉阶段后，我的生活也在慢慢回到正轨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招待所整理证件，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，归属地显示是本地。您好，请问是沈之沈女士吗？我是华黎木业集团的运输部主管，姓陈，华黎木业。我听说过这个名字，国企背景，正规的不能再正规，在整个南方地区的木材行业里排得上前3。沈女士，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了您的事迹，说实话，我们非常欣赏您的职业操守，守规矩，懂底线，不贪不占，这样的司机在我们行业里太稀缺了。他顿了顿，我们想跟您签订一份长途运输的年度合作协议，稳定货源，合理排期，所有手续合规，运价按市场标准的上浮15%结算。我握着手机愣了好几秒，跑了这么多年车，从来都是我求着别人给活干，这是第一次有人主动找上门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陈主管，合同发过来，我仔细看看，这一次我会把每一个字都看清楚。签约的事还没落定，蒋婷那边又传来了新消息，他名下的2辆路虎豪车被贴上封条，拖上了板车，3套房产的大门上被交叉贴上了长长的查封条，所有资产冻结，用于后续的罚没和赔偿。我是从同行群里看到的照片，有人专门跑去拍了蒋婷那栋别墅的大门，封条从左贴到右，红底白字，格外醒目。群里的评论区又热闹了，这不就是前阵子在群里发女司机身份证的那个大老板吗？牛什么牛？现在牛到看守所里去了，房子车子全没了，这下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我翻了几条就关掉了，别人的热闹我不感兴趣。但有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蒋婷名下的房产被查封后，何丽娟竟然委托律师从外地发来了一份财产分割申请，声称其中一套房产是她婚前父母出资购买，要求排除在冻结范围之外。这女人跑得够远，手也伸得够长。不过这些跟我无关了，法律的归法律，我的归我的，我要做的事情只剩下最后一件，出庭作证。检方正式提起公诉后的第5天，我收到了出庭通知，开庭时间定在下个月12号，地点是本市的中级审判庭。我把通知书仔仔细细看了3遍，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存进手机相册里。这是我第一次上法庭，心里说不紧张是假的，但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踏实感。该来的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晚上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妈，下个月我要去法院作证。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，去吧，把该说的都说清楚。我妈这辈子没读过几年书，但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比任何道理都管用。挂了电话，我开始准备材料，把所有的录音、视频、单据、截图全部按时间顺序整理了一遍，打印了3份备份，一份交给检方，一份自己留底，一份放在招待所保险柜里。做完这些，已经凌晨2点了。我关了灯，躺在床上，窗外的霓虹灯透过窗棂，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模糊的光。我闭上眼睛，心跳很平稳。开庭前1周，一对老人找到了我住的招待所，是蒋婷的父母。老头60出头，头发全白了，弓着腰；老太太更瘦，眼眶深陷，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。他们在大厅里等了我整整1个下午。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老太太一下子站起来，颤巍巍地走过来，差点摔倒。闺女，你是沈芝吧？她伸手想拉我，被我侧身躲开了。我们是蒋婷的父母。老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这是我儿子在里面写的，他让我们来求你，只要你肯出一份谅解书，判决的时候可以轻一些，我们给你磕头都行。说着，老太太真的要往下跪，我一把扶住了她。大姨，你别跪，你跪我也没用。我看着她浑浊的眼睛，你知道你儿子派人去我老家干了什么吗？我妈今年也60了，心脏不好，差点被你儿子吓出好歹来。老太太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我松开手，法庭上见吧。开庭这天天气很好，我没有刻意打扮，依旧穿着我跑车时那套干练的深蓝色工装。早上7点半我就到了审判庭门口，安检、登记、存包，一切流程按部就班。我被引导到证人等候区，透过走廊的玻璃窗能看到法庭里已经坐了不少人，旁听席上有记者，有同行，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面孔。
9点整，法庭正式开庭，我被传唤进入证人席。站定之后，我抬头扫了一眼被告席，蒋婷坐在那里，戴着手铐，穿着肥大的看守所制服，原本养尊处优的啤酒肚没了，被剃成了光头，整个人瘦骨嶙峋，眼窝深陷。他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被法警用眼神制止了。旁边坐着的孙明远同样穿着制服，戴着手铐，从始至终低着头，连抬头看一眼全场的勇气都没有。审判长敲响法锤，庭审正式开始。庭审进入举证环节，检方率先出示了那本黑账本的复印件，投影仪把每一页放大，投射在墙幕上，密密麻麻的数字、日期、金额清清楚楚。3年时间，67笔交易，涉案金额累计超过1200万。蒋婷的辩护律师试图反驳，这本账本是第二被告单方面提供的，不排除伪造和夸大的可能。检方冷静回应，账本中每一笔交易都与银行流水记录完全吻合。另外，我们还提取了被告人蒋婷的手机通讯记录和微信聊天截图，其中有大量与上游供货商讨论数量、价格和运输路线的对话，一条条聊天记录被读出来。蒋婷在对话里语气嚣张，讨价还价，甚至催促对方加快砍伐速度。法庭里安静的落针可闻。蒋婷缩在被告席上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他的辩护律师翻了翻手里的材料，嘴张了几次，最终没有再提出任何异议。铁证如山这4个字，在这一刻有了最具体的画面。轮到孙明远的辩护环节，他的律师站起来，语气恳切。我的当事人孙明远先生在案发后第一时间主动提交了关键证据，正是因为他的配合，才使得整条犯罪链条得以完整曝光。他本质上是受蒋婷蒙蔽，属于从犯，恳请法庭从轻量刑。话音刚落，蒋婷在被告席上猛地抬起头，放屁！他的声音在法庭里炸开。孙明远，你他妈装什么无辜？每一批货的价格都是你定的，你比我还清楚那些木头从哪儿来的，你就是个缩头乌龟，出了事就把锅全甩给我。孙明远依旧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仿佛蒋婷的咆哮跟他无关。法警上前按住了情绪失控的蒋婷，审判长敲响法锤。被告人蒋婷，法庭之上不得随意发言，再有类似行为将予以训诫。蒋婷被按回座位，他死死盯着孙明远的后脑勺，眼神里全是恨意和不甘。曾经的合作伙伴，此刻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对手。庭审第2天，多名证人被传唤出庭。第一个上来的是一个跑了8年长途的老司机，40多岁，皮肤黝黑，说话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。蒋老板的合同我签过3次，每次都超载，每次罚款都是我自己掏。有一回我去理论，他让人把我堵在仓库里，扣了我2天的车。后来我怕了，再也不敢接他的活。第2个证人是个年轻司机，26、7岁，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在抖。他在合同里藏了一条，如果中途退运，司机要赔3倍运费。我连合同都没看完就签了，事后才发现被坑了，亏了1万2，到现在还没还完信用卡。第3个、第4个、第5个，一个接一个。蒋婷的霸王合同坑过的司机远不止我一个。法庭上的旁听席里，有人听着听着红了眼眶。这些底层司机的遭遇和我如出一辙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们选择了忍气吞声，而我没有。庭审继续深入，检方开始追查蒋婷的资金流向，调取的银行记录显示，在案发前的2个月内，蒋婷分7次将共计120万元转入了何丽娟名下的个人账户，转账备注全部是空白。检方当庭指出，被告人蒋婷存在转移资产、逃避法律制裁的嫌疑，其配偶何丽娟在案发后携款潜逃，目前仍未到案。我方已向相关部门提交协查请求，对何丽娟名下资产进行追缴。蒋婷听到何丽娟的名字，整个人像被针扎了一下，她低下头，嘴唇哆嗦着，不知道在嘟囔什么。辩护律师赶紧补充，关于资金转移的问题，我的当事人表示那是家庭生活开支。检方反问，普通家庭2个月的生活开支是120万。法庭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。审判长再次敲响法锤，示意肃静。蒋婷那张曾经趾高气扬的脸，此刻只剩下灰败和绝望。庭审最后阶段，审判长询问2名被告人是否有最后陈述。孙明远先站起来，他的声音很轻，几乎听不清。我认罪，我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。说完就坐下了，简短干脆，不做任何多余的挣扎。他始终是那个精明的人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止损。轮到蒋婷，他被法警搀扶着站起来，双腿在发抖。他张了张嘴，声音嘶哑的像砂纸刮过玻璃。法官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说到一半，他突然转过身，面对着我所在的方向，扑通一声，双膝砸在地上，手铐撞击地面，发出清脆的金属声。沈之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求你原谅我。他额头猛地磕在地面上，1下、2下、3下，每一下都噔咚作响。法庭里一片哗然。我坐在位子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磕头，没有怜悯，没有原谅，也没有报复后的快感，只有一片彻底的平静。法警迅速上前，2个人一左一右架住蒋婷的胳膊，把她从地上拉起来。蒋婷还在挣扎，嘴里不停地喊着我错了，声音在法庭的高墙之间来回撞击，听起来格外空洞。审判长面色严肃，被告人蒋婷，请注意法庭纪律。蒋婷被强行按回了座位，她整个人瘫在椅子上，已经没有了任何力气。审判长宣布休庭，择日宣判。我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领，穿过旁听席的时候，有几个司机同行朝我竖起了大拇指，我微微点头，没有停留。走出法庭大门，外面的阳光铺天盖地的洒下来，刺得我眯了眯眼。我站在台阶上，仰头看了看天空，万里无云，蓝得透彻。这场拉锯战从那个超载的过磅站开始，到今天这个法庭的门口，整整2个多月，我一个人扛过来了。
深吸一口气，我迈步走下台阶，脚步很稳。宣判日定在7天后，那天我再次坐进了法庭。这一次，旁听席上的人比上次更多，有记者架着长焦镜头，有同行专门请假赶来，还有几个面生的年轻人，手里拿着笔记本，像是法学院的学生。9点半，审判长落座，法锤重重敲响。现在宣读判决书，法庭里瞬间安静下来，连呼吸声都变得小心翼翼。被告人蒋婷犯非法经营罪、妨碍司法公正罪及敲诈勒索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0.6个月，没收个人全部非法所得，并处罚金500万元。蒋婷听到5年0.6个月的时候，身体明显晃了一下，她低着头，嘴唇在抽搐，但这次没有再闹。被告人孙明远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4年，并处罚金300万元。孙明远微微点了点头，像是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。判决宣读完毕，全场肃然。宣判后的第2天，蒋婷的辩护律师提交了上诉状，理由是量刑过重，请求2审改判。消息传出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给卡车换新轮胎，修车师傅把手机递给我看，沈姐，这人还不死心呢。我擦了擦手上的机油，扫了一眼新闻。没什么意外的，蒋婷这种人不到最后1秒是不会认命的。2审在1个月后进行，整个过程很快。合议庭审查了全部卷宗和1审证据，认为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量刑适当，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这4个字传到看守所的时候，蒋婷正在放风。他听完律师的电话后，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很久，旁边的人都回去了，他还站在原地。风吹过他剃得金光的头皮，太阳照在他瘦削的脸上，没有表情，没有眼泪，像一具被抽干了灵魂的空壳。5年0.6个月，足够漫长，足够让他想清楚一切。判决生效后的第一件事，我去了汽车维修中心，用平台退回的5万押金和10万风控奖励的第一笔钱，给我的重卡货车做了一个全面的大保养，换了4条全新的米其林轮胎，清洗了离合器，更换了刹车片，发动机做了深度养护，机油滤芯全部换新，车厢里里外外擦了3遍，锃亮的能照出人影。修车师傅围着车转了一圈，啧啧称赞：沈姐，你这车保养的比好多新车都精神。我蹲在车头前，用抹布把车牌上的泥点擦干净。这辆卡车跟了我4年，陪我跑过暴雨倾盆的夜路，翻过结冰打滑的山道。在最难的那段日子里，它是我唯一的依靠。它不只是一辆车，它是我的战友，我的饭碗，我的全部家当。我拍了拍引擎盖，像拍一个老朋友的肩膀：老伙计，咱们该重新上路了。签约的日子到了。华丽木业的运输部主管陈哥约我在公司总部见面，那是一栋气派的写字楼，大堂里挂着企业资质和各类认证证书，跟蒋婷那个破旧仓库改造的公司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陈哥是个40出头的中年人，说话干脆利落。沈姐，合同条款你都看过了吧？我点头。这份合同我前前后后看了5遍，每一条都清清楚楚，没有任何隐藏的霸王条款。运价合理，结算周期明确，保险和检疫手续全部由甲方负责，这才是正经生意人该有的样子。我拿起笔，在落款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沈之2个字写得稳稳当当。陈哥跟我握了握手，欢迎加入，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。走出写字楼的时候，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看，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，金灿灿的。从今天起，我不用再去接那些来路不明的散单了，不用再对着合同里的陷阱提心吊胆，不用再被人捏着脖子说你一个女司机能怎样。这条路终于走到了光亮的地方。签约后的第1个月，我跑了6趟长途，每一趟都顺顺当当，货物按时送达，运费准时到账。没有超载陷阱，没有霸王条款，没有半夜打来的威胁电话，日子平静的让我有点不习惯。一天晚上，我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，刷到了一条短视频，有人把我的故事剪成了一个5分钟的视频，从超载被罚开始，到举报自己，再到法庭宣判，配着低沉的背景音乐，每一帧都卡在情绪的刀尖上。评论区已经炸了，点赞超过50万，转发10几万。热评第1条写着：这才是中国卡车司机该有的脊梁。我看了很久，没有点赞，也没有评论，把手机扣在方向盘上，靠着座椅闭上了眼。50万个赞。可当初我一个人被堵在省道上的时候，连一个帮忙报警的路人都没有。这世道就是这样，你扛过去了，所有人为你鼓掌；你要是没扛过去，所有人都会说一句可惜了，然后继续刷下一条视频。视频火了之后，找我的媒体越来越多，有本地的民生栏目，有省台的纪实频道，还有几家网络自媒体。我推掉了大部分，只接受了一家专门报道交通运输行业的垂直媒体采访，因为他们关注的不是我个人的故事，而是整个行业里那些被霸王合同压榨的底层司机。采访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进行。记者问我：沈姐，你最想对同行们说什么？我想了想，别怕，合同看不懂就找人帮你看，条款不合理就拒绝签字。他们嗓门大不代表他们有理，他们有钱不代表他们能踩你。法律这东西不是有钱人的专利，它是给所有人准备的，包括我们这些开卡车的。记者又问：你后悔过吗？我摇了摇头。后悔什么？后悔没在第1天就把他举报了。这期采访播出后，有不少司机私信我，问我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办。我把每一条都认真回复了，能帮一个是一个。采访播出后的效果比我预想的大得多。当地的运输管理部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他们组织了一次行业座谈会，邀请了物流协会的代表、平台方、司机代表，我也在收央名单里。会上，运管部门的负责人开门见山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不公平格式条款。我们准备起草一份货运合同规范指导意见。今天请大家来，就是听听一线的声音。
我坐在角落里，等到最后才发言。我就说一条，所有的货运合同必须明确标注托运货物的真实重量和品类，虚报重量导致的违规处罚责任应由托运方承担，而不是让司机背锅。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有人带头鼓掌。3个月后，这份指导意见正式印发，里面有一条几乎是照着我说的话写的，虽然只是一份地方性指导文件，约束力有限，但至少开了一个口子。蒋婷在里面的日子并不好过。通过偶尔传出来的消息碎片，我大致了解了一些。她入狱后申请过2次减刑，第一次理由是认罪态度良好，被驳回；第二次理由是身体健康状况恶化，再次被驳回。原因很简单，她在庭审期间的表现被完整记录在案，包括当庭咆哮、辱骂证人、试图恐吓举报人。这些行为直接影响了对他悔罪表现的评估，而他的父母也在判决后不久搬离了原来的住所。老两口在郊区租了一间平房，靠退休金过日子。以前逢人就吹的儿子，现在成了他们最不愿提起的话题。左邻右舍心照不宣，从不当面提起蒋婷的名字，但背后的议论声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。老两口出门买菜都低着头走路，跟当初我妈被堵在家门口的样子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我妈现在抬起头了，而他们低了下去。何丽娟终于被找到了，她躲在一座南方小城，用娘家亲戚的身份证租了房子，带着不到3岁的孩子，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。但她低估了追查的力度。蒋婷案判决生效后，执法部门对涉案资产进行全面追缴，何丽娟名下那120万的来路成了重点排查对象。经过2个月的追踪，最终在那座小城的银行网点锁定了她的取款记录。何丽娟被传唤到案，她一开始还嘴硬说那是自己的私房钱，但银行流水清清楚楚，每一笔都能追溯到蒋婷非法经营所得的账户。最终何丽娟因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2个月，转移的资产被全额追回，孩子被她的娘家父母接走暂时抚养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高速上跑车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但大人做的每一个选择都要自己买单。这道理蒋婷到现在应该也想明白了。入秋之后，我攒够了给老家翻新房子的钱，我请了村里的施工队，把住了20多年的老砖房推倒重建，2层小楼，白墙灰瓦，带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树。我妈说她喜欢桂花的味道，闻着心里踏实。施工的那半个月，我特意请了假，守在家里盯着进度。每天早上，我妈都端着一大锅稀饭给工人们送到工地上，工人们喊她周婶，她笑得合不拢嘴。房子封顶那天，刘大顺带着几个村民来帮忙挂红布，鞭炮噼里啪啦响了一整条街。我站在新房门口，看着崭新的大门，门板刷的是深红色的防锈漆，结实干净敞亮，不会再有人来泼红漆了。我妈站在我旁边，摸了摸门框上的对联，大丫头这辈子值了。我鼻子一酸，别过头去，假装看院子里那棵刚栽下去的桂花树苗，还没开花呢，但已经扎了根。房子修好之后，我重新上路了，日子一天天稳定下来。华菱木业的合同执行得很顺畅，每个月跑5到6趟固定线路，收入稳定，按时结算，再也不用为几百块运费低三下四的求人。跑车之余，我开了一个短视频账号，不露脸就拍拍驾驶室里的日常，发动机的轰鸣声，高速公路上的日出和日落，服务区里20块钱的盒饭，偶尔配一段文字，讲讲货运行业里那些容易踩的坑，怎么看合同，怎么验货，怎么保留证据。粉丝涨得不快，但每条视频下面的评论都很真诚。姐，你上次说的过磅前拍照的方法救了我一命，看了你的视频才知道合同里那么多猫腻，感谢神姐。也有刚入行的年轻司机私信问我问题，有个小伙子才22岁，刚拿到驾照，准备跑长途，他发了一条消息，神姐，这行真的能干下去吗？我回他，能，但你要记住，别人可以坑你，你不能被坑怕了。蒋婷公司的前员工们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，破产清算结束后，蒋婷被追缴的罚金和拍卖资产款在优先偿还国家罚没之后，剩余部分被用于支付拖欠的员工工资。虽然没有全额拿到，但大部分工人至少拿回了60%-70%。那个蹲在路边抽了半包烟的老师傅，4个月的工资最终拿回了19000块，距离他被欠的28000还差9000。但他在收到转账短信的那天，在工友群里发了一条语音，这钱能拿回来，多亏了那个女司机，要不是他把蒋婷送进去，咱们1分钱都别想见着。有人把这条语音截图发到了我的评论区，我看到了，没有回复，但心里暖了一下。这世上最值钱的东西不是钱，是有人因为你做的事，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公平，哪怕只有一瞬间。转眼又过了半年，我的短视频账号粉丝从几千涨到了3万，不算多，但都是实打实的同行和从业者。陆续有好几个司机找我帮忙看合同、出主意，有的是遇到了跟我当初一样的霸王条款，有的是货主拖欠运费不给，还有的是在平台上被恶意差评封号。一开始我只是私下帮忙出主意，后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我想了很久，做了一个决定，用这1年攒下来的积蓄，注册了一个小型货运服务工作室。不跑车的时候，专门帮底层司机做2件事：第一，免费审核货运合同，标注风险条款；第二，对接正规货源渠道，帮司机绕开那些坑人的2道贩子。工作室就设在我老家的新房1楼，1张桌子，1台电脑，1部电话，门口挂了一块木板，上面手写了4个字：货运互助。我妈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，笑着摇头：你这丫头，折腾完自己的事，又开始折腾别人的。我笑了笑，妈，这叫正事。工作室开张后的第1个月，接了12个咨询，帮3个司机修改了合同里的陷阱条款，帮2个司机追回了被平台扣押的违规罚款，还有一个跟我情况几乎一样的女司机。
货主虚报重量，导致他在高速被扣车。他在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听完以后只说了一句：别哭，把合同、过磅单、聊天记录全部拍照发给我。哭解决不了问题，证据才能。2天后，我帮他整理好了完整的申诉材料。他拿着材料去平台据理力争，最终不仅撤销了处罚，还拿回了被扣的保证金。他发了一条语音，声音还带着哭腔，但这次是高兴的。沈姐，谢谢你，我这辈子都记着你的好。我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，然后打开电脑，开始处理下一个咨询。窗外院子里那棵桂花树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冒出了第一簇金黄色的花苞。风一吹，淡淡的香味飘进屋里来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低头干活。3年后的一个冬天，蒋婷在监狱里过了她的第3个春节。她瘦了将近40斤，颧骨高高突出，眼窝深陷。曾经趾高气扬的大老板，现在是车间里最沉默的那个人，每天机械地重复着手里的活计，不跟任何人多说一句话。那天，同监室的人在看一档民生节目的重播，画面里闪过一个穿深蓝色工装的女人，她站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，身后的墙上贴满了感谢信和锦旗。主持人介绍说，这位女卡车司机创办的货运互助工作室，1年内帮助了上百名司机维权成功。蒋婷抬起头，盯着屏幕，画面上的沈之比3年前胖了一点，脸上的棱角柔和了些，但那双眼睛还是一样的沉稳、干净、不卑不亢。蒋婷看了很久，然后默默低下头，继续手里的活。旁边有人问他：“你认识他？”他没有回答，只是手指微微发抖，把一颗螺丝拧歪了。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，他当初以为自己碾碎的是一只蚂蚁，没想到是一块石头。孙明远的缓刑在同1年到期，4年缓刑期满，他恢复了自由身。但自由带给他的不是新生，而是另一种困境。犯罪记录像一块烙印，烫在他的身份信息里。他试图重操旧业，注册新公司，工商审核不通过。他去应聘管理岗位，被调一查，直接淘汰。他托关系找合作伙伴，对方一听他的名字，客气地挂断电话。曾经在行业里呼风唤雨的孙明远，最后在一家偏远的小型家具作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，负责给成品打包装箱，月薪4500。他每天重复着最简单的体力劳动，和那些比他小20岁的年轻工人一起排队打饭。没有人知道他以前是谁，也没有人在乎。有一次，他在作坊的休息室里刷手机，无意间滑到了沈之的短视频账号。最新一条视频是他开着卡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夕阳从挡风玻璃外透进来，把驾驶室染成金色。配文只有一句话：路长且直，心安即归。孙明远盯着那句话看了10几秒，然后默默滑走，关掉了手机。又是1年秋天，行业协会举办了一场货运从业者交流大会，规模不算大，但来的都是一线的人，有开了20年卡车的老师傅，有刚入行的年轻人，有平台的运营代表，也有几家正规物流企业的负责人。我被邀请上台做分享，站在讲台上，底下坐了200多人，灯光有点晃眼。我没有准备稿子，我叫沈之，一个普通的货车司机。3年前我被人坑了，合同是假的，货是违法的，罚款要我扛，骂名要我背。他们觉得我是个好欺负的，因为我是女的，因为我没钱，因为我没有靠山，但我没认。我把证据留好，把自己举报了，把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全部摊在了阳光底下。台下安静极了。后来有人问我值不值得，我想了很久，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。守住自己的底线，不需要计算值不值得，因为底线这东西丢了就再也捡不回来了。掌声响起来，先是零星的几声，然后越来越密，最后连成一片。我站在台上，微微笑了笑。结束后走出会场，外面秋风送爽，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华丽木业发来的新一批货运排期。我看了一眼，塞回口袋，走到停车场，拉开卡车的车门，翻身坐进驾驶室，扭动钥匙，发动机轰然响起。后视镜里，夕阳正沉入远山，把整条公路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。我按了一声汽笛，低沉浑厚的声音在空旷的路面上震荡开来，然后挂档，松刹车，踩油门，车轮碾过地面，稳稳地驶向前方。路很长，但方向从来都是清楚的。